城主，这就是消食治冰。来，倒水。是。至于消食制冰的原理啊，就是将消食放入水中之后，它会带走大量的热，理论上呢，能将水降低到零下2度，这样就形成冰了。至于这个大瓷瓶和小瓷瓶的用意啊，用大盆去给这个小盆里的水降温，这样形成冰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消食啊是有毒的。不过没关系，我们这个白布是为了隔离外面的热量，我们商品是冰。天哪，真的是冰，真的是冰哎！怎么样？是冰，真的是冰。之后啊，我们将这些水带有消食的水啊，放到太阳下暴晒，晒干之后啊，剩余稀释的消食如果再生出来，我们就可以反复利用。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以后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冰了。没错，所以说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走吧，出去咱们看看。各位请看，这就是我给大家表演的节目。这什么东西？这什么呀？我看看。是冰，是冰！哇塞，真是冰啊！这夏日炎炎的，哪来的冰啊？不可思议啊！城主，这不会是冰窖中的冰吧？哎，非也，这是我自己做的冰，将水变冰之术。莫非城主习得神仙法术了？哎，什么神仙法术的，只是普通的技艺，交给你们，你们自己也会。在下乃刺桐城赵家赵安，谢过城主，还请城主将此秘术传给在下。在下刺桐城刘贺，也望城主提携。各位众所周知啊，我们大汉道的夏天那是非常炎热，而且这个冰呢是相当珍贵啊。如果谁手里能掌握巨大的冰，还愁挣不到巨大的财富吗？是啊，今天啊，我叫各位来，就是为了把此术教给大家。但是本公子因为有亡命在身，出不了封地，所以啊，到不了皇城，挣不了这笔钱。但是交给你们也不是白给。这江南的冰柜，不知道这制冰之术的成本如何呀？是啊，就算学得此制冰术，不知多久能赚回啊？1本万利，1本万利。城主，要是习得这秘术，我们要花多少银子啊？老爷，他真的把水变成冰了？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的。他就进屋有那么1刻钟，真的端了一盘冰出来。走，去城主府。是。哟，周大人不是身体不适吗？上午是有些不适，不过下午好些便赶来了。毕竟城主之命，谁敢不从？诸位啊，我这3年疯疯癫癫，未曾和诸位见过一面。不过自从我出狱之后啊，我就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有一位神秘高人就传授我一些秘术，这个制冰之术就是其一。不过我今天叫大家来，不是为了商议此事。现在我可以说这制冰之术值多少钱了？100万两。什么？100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你这也太贵了，整个家底儿都没这么多，太坑了，太坑了。是啊，就算习得了这制冰之术，不知多久才能赚回啊？哎，各位，你放眼江南，这整个夏日6个多月，1斤冰1钱，能卖多少钱？如果你运气好的话，那至于100万起，那2、3年基本上也就赚回来。当然，我也知道，如果让每个人出100万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把大家都叫来，咱们一起发财。还请城主明示。我想的是让大家成立一家商会，这100万我只取60万，剩下的40万交给商会经营。当然，商会的利润我可是要抽成的。我明白了，
城主的意思是，剩下的60万两我们一起凑，按出钱的比例将来分利，这样一来，我们大家承担的风险就小了。没错，我出2万两，我出5000两。对了，陈主府一共欠你们多少钱？禁卫军的饷银是1月3两，100人3个月共是900两。正好，这里有1000两，你全拿去。900两就是900两，城主府不能欠饷，末将也不会多拿1分。真是个死脑筋，城主给你的你就要着呗。你这样，剩下的给受伤的士兵，包括咱们陈主府的仓库，更是重中之重。你派人好好把守，尽心尽力，我不会亏待任何人。有我木方在，不会让库房少1粒米。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城主，咱们陈主府有坏人啊！城主的意思小的明白，只是说城主府还有富豪安插的眼线，对吗？等会儿你把所有的家丁婢女都留下来，去吧。是，奴婢这就去办。城主回来了。忙了一日，倒是冷落你了。城主府事务繁多，城主自当以要事为重。今天晚上我要查出府内的奸细，你不要担心，我要把这个奸细给抓到。说，你们谁通风报信？啊？我没有啊。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我自己查出来，到时候别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城主，我们真的没有啊。好，真不是我们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去，提庞龙。是。城主，庞龙带来了。城主饶命！城主饶命啊！饶命？哼，给你留个全尸就不错了。城主饶命！城主饶命啊！说吧，你的眼线都有谁啊？是他，还有他，再没有了。城主饶命！消息是我放出去的，但是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哦，逼不得已啊。那好啊，你说说，都把那些信息透露给谁了？是周家、黄家、杜家。庞管家说小人若是不听话，小的家人们会不得好死。城主，哎呀，庞龙啊庞龙，你真是背着我干了太多好事，不但把我的田场给卖了，还把刺桐城的盐引、矿产全卖了，增加徭役。不但如此，还把周黄杜3家的欠款全部补齐了。你真是不得好死！城主息怒，气坏了身子可就不值当了。城主，庞龙卖出去的东西怕是要不回来了，毕竟这是正常的交易，周黄杜3家也不会轻易交出来的。城主府的声誉倒是可以挽回，只不过把他带下去吧。还有你们，城主府现在容不下你们，各领30大板，滚出府！谢城主不杀之恩。剩下的，只要你对我忠心耿耿，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但若有二心，我绝不姑息。城主，刺桐城的各个豪族把商会的文书都送来了，今后咱们城主府抽4成，另外还有其他的几家，占多少都在这里，剩余的名单都写在上面了。今日他们就要南下去洛阳了，咱们城主府怎么办？
到时候派3个家丁跟着去就行了。是，奴婢这就去办。木方统领。城主，昨晚一夜无事。没事，辛苦了啊。末将职责所在。哎，对了，按照律例，我这个清军大概有多少人？回城主，按照律制，共可需要2万人。2万人？你想做将军吗？城主说笑了，末将何德何能做城主府的亲军大将？那我找别人。城主，末将觉得也可以试一试。所以说啊，不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谢城主。毕竟现在来说，第一件事自然是建设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千古不变。城主以国事待末将，末将必以国事报之。城主府亲军定誓死追随城主。好一个国事报之！如今的刺桐城豪族横行，军阀混战，如同危乱。我希望今后你和我一起重塑这朗朗乾坤的刺桐城。是，城主。好，事不宜迟，剩下的事招募亲兵就交给你了。末将这就去。城主，这木方怎么这么开心啊？我让他做将军了。大将军。城主，奴婢虽为女的，没有寒窗苦读过，但奴婢也饱读过无数的诗书，奴婢也想为城主肝脑涂地。你读过书？是啊，奴婢绝对不敢欺瞒城主，城主可以差人查访。那这样吧，府内管事一职你暂且先担着，如果做得不错，管事之职就让你做。管事之职？城主。城主，您放心吧，奴婢一定不负城主所望。没事，你哭什么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城主有所不知，寒门子弟实在是太苦了。你说我们学了一肚子的诗书，到头来还不如那些豪门子弟，他们根本屁都不是。城主，奴婢说错话了，望城主不要怪罪。不用紧张，你说的也有道理。不必紧张，有道理啊。天下取事，安能者居之嘛。对了，你愿不愿意我们刺桐城成为一个寒门百姓凭借自己能力就能做官的地方？想，奴婢当然想了。好，那你现在走马上任。谢城主。起来吧。现在啊，我给你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告诉刺桐城的百姓，让他们来府上耕种，告诉他们我们10取1。10取1，10取1不就相当于把这些土地白白给百姓种了吗？那些豪族可都是10取8呀，城主。这我也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小利而失了民心。最按我想做的，就是让刺桐城的百姓为我所用。别忘了，除了豪族之外，剩下的就是秋天了。是，奴婢这就去办。去吧。艾德呢？你记住，这寒门并不卑微，这天下也是由百姓的血来建成的。以后啊，你得下官自称了。下官？奴婢下官明白。本公子初至刺桐城，蒙上天恩赐，风正得以自愈。然陈主府管事庞龙在本公子并肩，滥用职权，囚禁本公子，树平苛政，罪大恶极，致百姓困苦。今日就在东市斩首，以望我城主府之威名。斩！原来这政令不是城主府所出啊！就是，听说城主以前有风症，怎么可能下如此政令？死得好啊，真是大快人心！看来城主是个明事理的。不用加税，太好了！今日还有一事，我们城主因心疼刺桐城的百姓，特地拿出6万亩田产给大家耕种，田产收成至10取1。若有意向签订者，可前往我们城主府
签订契约，拾取童叟无欺。豪族的土地那可是10取其8呀！若真是如此，那城主可真是好城主啊！城主英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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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主英明。想到现实中的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没有能力帮助那些贫困的百姓。但是现在我穿越了，成为了城主，有权力在手，一定要改变贫苦百姓的生活，杀尽贪官污吏。兄长，兄长，兄长，你可知城主杀死了庞龙？接下来他还要招募壮丁兵士。他现在钱有了，百姓有了，兵也要有了，咱们可就危险了。无妨，此事我已知晓，治兵之术已经到手，无需在意城主府。在刺桐城他想做大，简直就是做梦。兄长可有了良策？先让城主得意几天，我已经联系了清风寨，等他们的人一旦入城，不管是封的城主还是不封的城主，都会变成死城主。清风寨，哼，妙啊！城主被贼寇杀死于城主府，就算是王爷也只能干瞪眼。到时候咱们再围剿了清风寨，还可以立功。看，哎，李元，城主府招募佃户是真的吗？真的，画押签字了，明儿我就去领田去了。错不了，我求了3个读书人帮我看了，念的都一样。刘账房，现在府上还剩下多少田产？回城主，还剩4万亩。4万亩。我要参军！虎子，我要参！虎子，娘，你就不要拉我了，我就要去当亲卫军。虎子，你不听娘的话了吗？老老实实的领了地回去种不好吗？当什么兵啊？我要给我爹报仇，我要去杀曹贼秦州兵。再说，有3两银子，也能养活娘和妹妹了。种地也能养活呀。光种地有什么用？那些曹贼秦州兵一来，还不是抢得精光？娘说城主是个好人，又没人当兵，谁来护城主周全？那些曹贼秦州兵来了，那城主怎么在刺桐城待啊？到时又得去种那些豪族的地。虎子，娘，虎子，你叫什么名字？回城主，草民斗虎。免礼。是条汉子哈，但不过你家中无父，母亲也这么大年纪，我劝你还是慎重一些，还是回家照顾妹妹和母亲吧。城主刚来刺桐城，怕是不知道那些曹贼秦州兵的凶残。他们前年劫掠，我的父亲和哥哥都被他们杀了。去年又来，我的姐姐又被掳走了，至今生死不知。如果他们今年再来的话，那遭殃的就是母亲和妹妹了。所以草民即便再不孝，也要上战场护他们周全。虎子，你去吧，娘不阻拦你了。城主，恕民妇无礼，请城主告诉民妇，城主的亲兵是否会保护刺桐城百姓，抵御曹贼秦州兵？来，大娘。诸位，我今天在这就告诉大家，我会，只要有我一天在，刺桐城就不允许曹贼和青州兵放肆。城主，目前清军一共招募了5600余人，距离满员还有一大截，顶多能招募到8000人左右，已经不错了。就这点兵力，不要说打曹贼了，就连打刺桐城的豪族的亲兵都很费劲。这样，
招募亲兵的事情就交给我，不用你操心了。你就负责好好训练，好好练兵，这才是我们的保障之本。是，城主。这兵倒是有了，不过这吃的、穿的、用的、盔甲以及武器，您看需要多少银子？这个月的支出是要4万两，满员的话大概要16万两左右。仅靠治兵这点钱根本就不够。唉，家大业大。这样吧，钱的事情你也不用管了，盔甲和武器就由我来想办法。对了，剩下的你需要多少钱，直接去刘占芳那儿取吧。是。城主，这按理来说，清军的盔甲、军服及武器，应当由这同城的兵帐司来负责。只是现在这府衙由这周康掌管，只怕这周康会中饱私囊就坏了。四同城的府衙已经沦为了豪族的玩物，包括里面全是豪族子弟。如果借助他们发号施令，我怕有人会从中作梗，还不如我们另起炉灶。下官也是这么认为的。既然旧扫帚扫不了地，那不如换把新的，在城主府内新建个自用的署衙。反正咱们也不指望城主府来征收赋税。这合我意。对了，城主，下官还认识一些寒门出身的子弟，他们身负才学，但现在却只能在街边卖画抄字为生。如果城主不嫌弃的话，下官愿意让他们替城主府效力。好，没问题。还有，你去城里找一些牙行，让他来府上，就说城主府跟他们有生意做。牙行？这2个院子是谁的？回城主，一个院子是赵家的，一个院子是李家的。原本这2个院子再加上现在的城主府才是真正的城主府，但是什么？但是被庞总管卖给了赵李2家。既然都是城主府的院子，那就要回来，把赵李2家叫过来，说我找他。是。走吧。在下赵安，在下刘贺，在下李昌，参见城主。哎，免礼。城主，按理说城主府盛情邀请，家父应该亲自前来。不过家父觉得在下与城主年纪相仿，就派在下来了，以免得城主觉得枯燥。城主派人来时，在下正在赵家，这院子刘家出了些银子，所以在下便斗胆来了，望城主不要责怪。无妨，都是小事啊。今天叫各位来啊，其实只是为件简单的事，就是我城主府2层的院子，本城主想花原价购回，不知意下如何？原来是此事啊！在下可以将院子给城主府，分文不取。我也一样。那多不好意思啊！城主就不要推辞了，否则我们也于心不安。这院子的地契，在下马上就派人去取。现在已快中午了，长夏漫漫，分外无趣。不知城主是否有意去北城的天香阁消暑啊？行啊，正有此意啊！走，请。城主，天香楼到了。城主，这就是刺桐城最有名的天香楼。奴家见过城主，今日城主恩临，真令天香楼蓬荜生辉呀！实惠。奴已为城主备好房间，城主请。走。走。城主，要不要来2、3个歌妓相配啊？好啊！难得城主今日赏脸，把天香楼最好的歌妓请来。不错，来喝一杯。贱人，我让你跑，不要杀我！还敢躲！
贱人！贱人！是周让，他怎么回来了？城主，他是周杰的长子周让，一向在刺桐城无法无天，前些日子随他叔父去了范阳郡，看来是回来了。住手！哟，原来是你们三个，不错嘛，竟然敢管我的事！周让，城主在此，休得放肆！城主，怎么？周让见过城主。城主，这是在下刚才用银两从保姆这儿买来的。依照大汉律制，奴婢的生死与夺具有主人做主。城主不是要管吧？胡说！城主救命！只因小女子在探曲的时候听到。保姆，你说，我是不是把它买下来了？既然如此，把他卖身契给我看看。你。大胆狂徒当众杀人！来人！城主，真是无法无天，给我拿下！是城主。城主，一个歌姬而已，别动怒，别动怒啊！既然城主要抓在下，那在下便跟城主走一走便是。带走。走。城主，周让不能杀，否则会彻底得罪周家的。不能抓？为何不能抓？这女子又不是周家的奴仆，按照大汉的律法，无辜杀人者当斩，依末降砍。公子抓得好，抓得痛快。城主可不能抓呀，这么做可就把周家给得罪光了，只怕这日后对城主处处阻挠，得不偿失。今天中午都午宴了，本城主甚是开心。军服非盔甲，只需织布缝制，自己揽着倒是耽搁时间，倒不如给商家，还能进一步拉拢他们。但是啊，城主府的亲兵尚缺乏军服，不知道三家是否能供应？没问题。好，城主府生意还有许多，未来机会啊，合作的就更多。谢城主恩典，我刘家定为城主马首是瞻。我李家也是，我赵家也是。请起。今日之事啊，你们大可放心，城主府啊，并不牵连你们。但是城主府的事，还有城主府院子的事，暂时不要泄露。告辞。告辞。你们知不知道清风寨？清风寨，我听刺桐城的人说，这清风寨可是一伙非常玄幻的人。据说因为曹贼年年侵略，据说麾下有数千亡命之徒。你们看，城主，这纸条是怎么回事啊？在天象楼，一个歌姬塞到我腰带。真是奇怪，先是周让杀一歌姬，然后一个歌姬又给你送这纸条，这清风寨真是庙小妖风大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好一招借刀杀人，趁着公子的亲兵还未形成战力，若不是有人帮忙，只怕……城主，咱们可快走吧，快离开这城主府吧，保命要紧。城主，这城中不能再待了。只是这走又能走到何处？这刺桐城到处都是周家的眼线，而且没有王令，不得离开封地，否则视为谋乱，这可是大忌。周家现在是吃定我们了，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无妨，你先去找500个壮丁来搬运粮草，剩下的末将这就去。城主真是英明，这周家今晚说不定就会偷鸡不成反倒失把米呢。周家如此歹毒，一日不除，未来变成我心头大患。这城主府在明，周家在暗，他们有着一回谋杀，说不定也会留着下一回。没错，但是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以免狗急跳墙。
现在城主府亲兵出界，很难抵御。城主刚恢复了几日，虽说得了一些民心，但是只是空城一小撮。千兵万兵都是些新兵，士气军心可都是十分的不靠谱。再说，我听说那3家私兵可有2万人呢。是，这我明白。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想拿下城内第一贵族，还是有些难度的。而且周黄杜3家屋堡在何处，我们都不知道。步兵、骑兵究竟有多少人，战力如何，我们都不清楚，怎么能灭了这3家？现在虽然咱们动不了这3家，但是也不怕他们。周家有一计让我很难受，明天我就让他更难受。哦，果真如此，那就希望城主今晚定能成功。你说下官和您相处也就短短的数日，但是下官觉得城主真的是下官见过的明士之主。如果城主哪天去了阎王殿，下官也定会跟随城主一起去。呸呀！我是那么轻易挂的人吗？挂？什么叫挂？滚蛋！兄长，让儿此时也在城主府，真的没有关系吗？无妨，我已经交代过清风寨的人，他们不会伤害让儿。等到城主死了，让儿便能安全回来了。前几日送去城主府的1箱箱银子，1袋袋粮食，一叠叠地契，马上也能回来了。兄长之前帮清风寨2当家网友杀掉大当家张姐，真的太对了，没想到今日便能派上用场。这清风寨，刺桐城任谁也不会想到会对我们周家言听计从。本来这清风寨是用来对付赵李刘3家，既然现在城主府越来越碍眼，那先用在他身上也无妨。午夜之时，这城主府便会烟消云散。那新来的管事童小雨，一个寒门出身的贱人，还想凌驾于我之上，简直做梦。兄长，余弟听说今日木方调遣了一队人马去了城主府，莫不是有什么变故吧？今日若是失守，城主府有了戒备，那今后可就难了。不必担心，我派去的人说了，他们只是去城主府打扫，傍晚便能回去了。这就好，等收拾了城主府，再一并收拾了赵李刘3家，到时候咱们就能独占治兵的大统，咱们的势力也可以更进一步。城主啊，城主啊，你真是我们周家的福星啊！这病好了，就送我们这么一份大礼。只可惜你威胁到了我们的利益。大哥，这就是城主所在地，左右2个院子都是空的。你带上10几个兄弟去正门。是。你带人去中院看管好钱粮，其他人随我去后院寝殿杀了城主。城主可真有兴致，听说城主的婢女十分美貌，看来今晚或可一尝。杀进去，先给婢女留个活口。是。大当家的，要不我们进去瞧瞧？收到了，有埋伏！杀！白天我们已经告知了城主夜袭之事，城主府则助我们拿下清风寨头领王勇，我们两不相欠，带走。告辞。废物！你就是个废物！来人，把他们拖到乱葬岗活埋了！兄长息怒，事已至此，再恼恨也是无益。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明明计谋是密不透风，城主怎么会知道的？会不会是让儿呢？不会，那天跟着让儿的家丁说了，那女人什么都没说，便被让儿杀死了。那除此之外，只有黄家和杜家2家知晓了。不管是谁，
我们终究还是小瞧了城主。此番过后，若是再想杀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总之，此事对我们周家极为不利。城主既然已经提前得知，那他势必会知道此事是我们周家背后指使。事已至此，若城主成事后必然不会放过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召集3家私兵，灭了城主府。不可啊，兄长！如此做等同于叛乱，王爷不会坐视不管。那怎么办？等死吗？兄长莫急，眼下还有个机会，秋天就要到了。秋高马肥，曹兵马上就要到了。正是，到时候只需要派人偷偷打开城门，曹贼的青州兵便会要了他的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当然了，平时我们也要派人偷偷盯着，一有机会就……糟了，让儿还被关着。城主，昨夜清风寨的精锐基本都死在这里了，只是可惜王勇被那黑衣人带走了。带走就带走吧，在他们手里估计也活不了多久。要不是他们还不知道昨天晚上奇袭之事，就是不知道这帮人到底是谁。末教认为这些人应该是王勇的仇家，毕竟清风寨这些年干了不少恶事。也罢，只要不和咱们作对就行。对了，你去刘账房那取些钱，安葬一下战死的将士，别让大家寒了心。是，城主。没想到这个周家如此猖狂，竟然敢袭击城主府。城主何不上书，让王爷发兵剿灭此等恶族？有史以来啊，这些案件都讲究人证物证俱在。你说那个王勇被黑人抓走了，那不相当于没有证据吗？再说了，这个周康是袁家的女婿，燕州袁家也是个权势通天的大家族，只要他们随便说一句话，就有可能倒打一耙，到时候倒霉的肯定是咱们自己。城主说的极是，只是城主以前疯傻，这才招大王轻视。如今城主已然病愈了，理应重续父子之情才是。即便城主不喜欢王爷，但必要时也可以为助力。所言极是啊。城主，刺桐城郡守周康和其兄弟周杰前来拜访城主。周康、周杰，他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真讨厌。我估计啊，就是为了这个周让。周杰参见城主，下官周康参见城主。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下官昨日刚从范阳回来，本想当日拜访城主，却被政务缠身。听闻昨日有刺客夜袭城主府，下官特意和兄长前来探望城主。如今城主安然无恙，下官和兄长也就安心了。这事儿啊，不提也罢。想杀我的人多了去了，都是那些畜生不如的东西，你们说是不是啊？是。不过二位能来看我，心意我就领了。但是啊，本公子啊，现在是心力交瘁，实在没办法招待啊。城主受惊，小人本不应该打扰城主，只是昨夜小儿周让被羁押在城主府，望城主开恩放了他。原来周让是周员外的儿子啊！正是在下的犬子。哎呦，那这就难办了。周让当着我当众杀人，大家伙都看见了。这要是把他放了吧，我怎么和百姓解释啊？哎呀，我记得按照大汉的利率啊，应该是故意杀人致死刑。这样，两位放心，我会留他的全尸下葬的。不要啊，城主！城主，不过是一个歌姬而已，何必较真？我们周家富甲刺桐城，家中财宝美女众多，若是城主喜欢，尽可送给城主，以换下官侄儿的性命。但是，我城主府的名声，小人愿出1万2白银为城主修容城主府。好，那就挑个好日子出斩吧。不要城主！白银10万两。哎呦，看来周让的性命还不如我的治兵之术贵呢。再加6万亩良田，若城主还不答应，我周家在刺桐城也不是任人拿捏的。你以为我刺桐城的清军是吃素的？我严家
也不是好欺负的。望城主开恩。这样吧，把东西拿来。周让可以不死，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找个府衙，把他羁押了吧。谢城主恩典，东西一送来，下官就提周让去府衙大牢。再说，这个刺桐城的郡兵是谁啊？啊，这么多贼寇入城，他怎么发现不了啊？他头是谁啊？回城主，是黄刚，乃是皇家长子。废物一个，留他干什么用啊？啊，我城主府的安危有保障吗？给他解了他的职，让我的将领沐方去。这怎么？我在刺桐城说话都不好使了？你记住，这是我的封地，亡命即是一切。是城主。我周家何曾被人如此欺辱过？周家的10万两白银，6万亩良田，还有刺桐城郡兵都尉这一要职的丢失，都是重大损失。而豪族田产都在城外，所以乌堡也建在城外，那里还有郡兵看守。如今城主府的亲兵再加上刺桐城的郡兵，在城内我们的势力就彻底输给了城主府了。3个月，再有3个月，我让城主府灰飞烟灭。此事当从现在起便开始秘密筹划，确保到时万无一失。我绝对不会给城主府第2次机会了。对了，你现在即刻去洛阳，看看到底是谁走漏了刺杀的风声。一旦查到，格杀无论。兄长放心，敢和我们周家作对的，必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还是城主厉害，杀了周让，他的狗命就不值钱了，能换来这么多银子和良田。日后啊，咱们城主府发达了，到时灭了周家，那周让还得死。这银子算什么？刺桐城郡兵到手了才是正事儿。从今以后，刺桐城郡兵就掌握在城主府手里了。危机是吧？危机就代表着商机。想想，豪族最大的势力就是在乡间，乡间包围城池，他们4个，包括这个农业时代，你想想，所有人，大部分人还是住在乡间，豪族的土地在城外，不用他们的百姓依然也是。加上这么坚固的屋堡，看起来就像一个隔绝的世界。就都城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商业中心，一个军事中心。这6万亩地契，你拿去继续招揽百姓，让他们过来工作。记住啊，不要局限于刺州、燕州，包括整个大汉。放眼望去，谁能来我就给谁。是，下官明白。这批地契要是发下去了，能依附城主府的人就有6万多户了。哎，对了，让你找的寒门世子呢？已经找到了，这些寒门义士听说能为城主府效力，一个个都抢着来呢，都想为城主府办事。不错，等署衙建立起来之后，改名叫行政司，就负责这2万户百姓的大小事务，就当历练了。等城主府稳定之后，再分配官衔吧。哎，对了，是，牙行怎么样了？啊，牙行我已经找好了，昨夜因突袭的事耽搁了，下官这就去叫来。去吧。刺桐城郡兵里充斥豪族子弟，想办法把这个周皇度的子弟逐出，到时候让赵李刘3家的人接手。末将明白。见城主安然无恙，我等就安心了。这帮贼人为师可恶，竟敢行刺城主府，简直胆大包天！此举简直形同叛逆。有劳各位担心了，但贼人俱已伏诛，本城主也安然无恙。城主此事可疑啊！依在下之见，刺客必是里应外合，不然这贼人怎么进得了刺桐城？诸位说的对啊，所以啊，我就了解了黄冈都尉一职，刚刚和沐方将军也聊过此事，希望这一次从你们3家多选一些人选。多谢城主信任。城主，我李昌自小不爱读书，专好舞枪弄棒，又素有些蛮力。说城主不屑，愿为城主效力。好啊，那你就跟着沐方将军先去郡兵营吧。是，城主。你们2家不用担心，自然有你们的好处。其实大家都清楚，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谁。那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们白纸黑字约誓，共同进退。你们觉得如何？我们愿意。好，那就请吧。城主，这便是刺桐城牙行的王彦忠。
草民王彦忠拜见城主。免礼。今天本公子叫你来，是想问一下你手上的奴婢到底有多少？草民手里有奴婢300，其中青壮156，女子63，其余都是匠人。女子、青壮、匠人，价格都几何？无忌的女子和青壮5两，匠人10两，歌妓15两。那我全要了。那草民明天早上就给您带来。等等，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想不想和本王府做一个大生意？大生意？这不就是大生意吗？1000两算什么大生意？我要做的是100万两、1000万两，意下如何啊？请城主明示。我想买下你的牙行，到时候你来城主府做事，四处给我张罗人，海上、草原甚至更远的地方，有多少就要多少。如果不愿意，那就算了。城主垂青，草民岂敢不从，还请城主多多提携。豆虎，之后你和王延忠一起负责牙行的事宜吧。是，城主。豆虎兄弟，从今日起，你我都为城主府做事了，要有得罪，请多多担待。放心，尽力为城主办事即可。从明日起，你两个就到处购买奴婢、匠人，如果缺钱了，随时来府上拿。是城主。城主，城主，这人口可极为耗银子啊！再这么下去，咱们城主府的银子可撑不了多久。不用担心，我眼下有一个好的生财之道。城主，你这是在做什么？你喝过酒没？我当然喝过了，这天下谁人不饮酒？那富人也要喝酒呢。所以啊，现在谁有点闲钱不爱喝点酒啊？但是我发现昨天去天香阁，今天中午的午宴，我喝了有1斤多，但是我没事，这证明什么？证明咱们的酒的度数低，现在没有蒸馏技术，所以我们只能喝低度酒。想想这么暴利的行业，我岂能放过？想想茅台的市值，就明白它能挣多少钱了。所以我就发明了一台制茅台的设备。茅台？城主，什么是茅台？这又是什么设备？等会你看就知道了。哦，来，倒进去。加酒。给你普及一下，酒的沸点是73度，水的沸点是100度，所以在加热的时候，酒精会首先蒸发，通过这个容器进入到第二个器皿，就会产生度数很高而且纯净的白酒。明白了？哦，好香啊！尝尝。这酒的味道真浓烈。相比这酒，奴婢以前喝过的那就是水，是吧？行了，你两个也别忍着了，也尝尝吧。城主，即便是京师的名酒小醉仙，也没有这酒纯净，更没有这酒浓烈呀。哟，什么酒啊？味道真浓烈啊！实不相瞒呐，这坛子里啊，是我们城主秘制的美酒，刚酿完就令我们两个送到东市来，与各位与大家免费喝。什么？免费喝？免费啊！过去看。没错。若是大家喝了这个酒啊，感觉不错的话，只需要为我们城主美言几句就行。给我，我来点。别急啊！不要急啊！让我来，我也是。谢谢啊！快！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老爷，有件事小的不知该不该说。有屁快放！有人来报，城主府的人在东市免费派酒，说是城主府秘制的美酒。刺桐城最大的酿酒坊是我们周家的，刺桐城的卖酒的也只有我们周家。严兄，你在找死！派个人去尝尝，我就不相信他城主能酿出什么美酒来。来，排好队啊！排好队！这边。
哎，给我来点，给我来点啊！排好队，不排队不给。别挤呀，你们！排个队，排个队。都有啊！大家排好队，大家都有啊！太好喝了，这是我喝过最好的酒啊！快，再给我来一碗！快！哎！这什么时候才能排到我们的？哎呦，赶紧的呀！这简直就是天上的仙酒啊！如果能喝个够，这辈子就算是死也值了。哎，走，看上去。哎，不能抢！哎，别抢啊！不能抢啊！别抢啊！你们！哎呀，这是我的！哎呀，别抢！别抢！哎呀，这怎么给城主交代啊？这是今天新带来的酒，您可以尝尝。这就是城主酿的酒。这酒火辣辣的，口子心里凉凉的。城主酿的酒真的是香得很呐。对，不知这一坛美酒价值几何？城主，门外来了好多豪族的人，说要求见城主。是吗？那赶紧让他们进来吧。是。你看这，城主，有失远迎。城主，是否能像制冰之术一样，将这酿酒之术也传授给我等？我等愿意出高价购买。我们也出高价，我也愿意。你们啊，这消息够灵通的，我刚刚散尽不久，你们就都知道了。城主酿的美酒香飘万里啊，我们在家都闻得到啊。不过这次可让你们失望了，我这次不卖酿酒之术，只卖酒。据说京城的小醉仙一坛能卖12两银子，不知城主准备卖多少两银子？如果从我城主府拿的话，15两一坛。你卖给别人多少，我管不着。15两，不多。这酒比小醉仙好喝多了。对，这要是能卖到京城，至少能卖20两。京师的那帮老爷们，一顿酒宴就能成千上万两的话，根本就不差那点钱。此言差矣，那些人他们不在乎价格，而看重的是牌面。对，我赵家要买500坛，我800，我们要1000坛。好，这次品酒的效果是完全出来了。我知道大家的心情，但不过我们是刚刚开始酿酒，没法直接给大家提供货物。但是这个酿酒啊，它其实是很快，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把货提供给你们。不过呢，需要你们交一部分定金。定金？没错呀，你们谁先交定金，我就先把货供给谁。我赵家第一个出定金，还请城主先给我们供酒。别抢，先给我来。先给我，我们也要回去拿定金。在下也是定金。回去就回去。慢走。在下这就回去拿银子。慢走。城主，豪族们订了4万坛酒，共计60万两银子。按城主府3成定金来算，他们应该交18万两银子。不过和上次一样，他们还是拿了部分地契和粮食抵款。小的目前只收到了11万两现银，价值6万两的地契和1万两的粮食。不错，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好。到时候啊，会有数不清的商贾前来买酒，我们王府的蒸馏酒会数以100万计。不过应该搞一个酒坊，得扩大产量，吩咐下去吧。是。来，请。周兄，如今这城主府是越看越不简单呐。没错，一个制冰之术骗了我们那么多银子不说，现在又搞出个什么酿酒之术，这玩意儿可比制冰赚钱多了。这城主府一日日做大，可如何是好？周兄，你也说几句。自城主府的木方接管军兵后，我们皇家数个子弟被他削职，换上了赵家、李家和刘家的人。我们杜家也是一样，
这城主如今摆明了是要拉拢赵刘李三家来对付我们。哎，清风寨可惜了，如果当日杀了城主，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枝节了。你们痛恨城主，我又何尝不恨呢？如今城主已经有了清军，清兵刺杀之事，把柄都被城主所掌握了。在如今的四通城，我们已然输了。即便是在乡下，如今有赵、刘、李三家的把柄已经被我们掌握。如果现在起兵谋反，也未必有十足的把握。周郡守，你主意最多，你就说两句嘛。我倒是有个主意，那便等到秋季，曹贼青州兵到，到时候还需要诸位相助。还是周郡守考虑周全呢，如此才确保万无一失。这城主若是死了，这酿酒之术可就没了，太过可惜。确实可惜了，如果我们拿到，大家可以一起发财。现如今城主府戒备森严，难呐。哼，这可未必。听说昨日牙行的行长王彦忠去了城主府，还卖了一批奴婢供城主府差遣，而且今后还专门为城主府搜罗奴婢。倘若让他塞几个我们的人进去，探听酿酒之术也不是不可能。王彦忠去城主府之事我知道的，为何知道如此详细？哈哈哈哈！实不相瞒，在下认识一个闲人，他与王彦忠往来颇密，是他告诉我的。如此就简单了，只需要把王彦忠叫来即可。郭家大人。周郡守好雅兴啊。郭家大人，您何时来的刺桐城？如今你身为刺桐城的郡守，又是袁家的女婿，居然会怕一个小小的城主府？是我们低估了城主府。哼，是你在温柔乡里太久，越来越无能了吧？郭家大人所言极是，小的罪该万死。让你绘制的城防图怎么样了？城防图已经备好，马上让人送来。等铲除了叛军，我大军南下燕州，最多1年，短则半年数月。这个城主有些碍眼，尽快把他除掉。你现在最该做的事情是要掌控周家，你知道怎么做了吧？小的明白。这些年我已暗中控制周家，最后一步只需除掉周杰即可。行，大军南下之时，秋收照常进行，到时候我会禀报丞相，让他派一队精锐来燕州协助你，除掉包括城主在内的所有敌人。多谢大人。行了，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打扰你了。希望刺桐城进入丞相之手时，你我再能在这里把酒言欢。大人慢走。干什么你？啊，黄员外，怎么是你啊？是我怎么了？黄员外较小的，只需差个人来就行了，何必把我绑来呢？还绑了我的妻儿。长话短说，我今日让你来，是让你为我办件事。事成之后，我会放了你的妻子和儿子，还会给你一匹银子，让你远走高飞。但倘若你不答应，那你家的性命就难保了。那黄员外让小的办什么事啊？城主府不是要奴婢吗？你帮我送进去3个人，这不是小事一桩吗？指望黄员外不要伤害我的妻儿，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城主，城主，请救救我的妻儿！你先起来，你在干嘛呀？皇家绑架了我的妻儿，还威胁我，让我安插奴婢到府里，去偷取酿酒之术啊！既然你选择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去妻儿。不如我们将计就计，借机铲除皇家。反间计？没错，
这3个人我先留着，让皇家以为他们奸计得逞，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些重要的信息，你再交给皇家，他们就会更信你，然后趁机打听出妻儿的下落。等有了消息之后啊，我自有杀招等他。小的懂了，下去吧，然后让窦虎把那几个奴婢带来。是，城主。城主，全部在这儿了。参见城主。我知道你们来城主府是身为奴婢，但不情愿作为奴婢。你们放心，我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虐待人的人。只要你们一天在城主府，我就敢保证，你们可以过上安静的生活。谢城主。下去吧。早知今日，城主救兵当日就应该把他杀死在城主府，何止让他今日做强做大？都怪兄长贪财误事，不然城主府怎能翻身？混账！就凭你也敢呵斥我？跪下！兄长，余弟只是恼恨城主府城主而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思。周家家主是我，你想取而代之，简直就是做梦！兄长何出此言呢？皇天在上，余弟从未有此心思。没有最好，你现在可以滚了。兄长不要怪我，只因为你太无能，只有我才配做周家家主。郡守在刺桐城豪族中名望无量，早该成为家主。去把尸体处理了，就说家主暴毙。从今以后，周家大小事皆由我来处理。是，郡守大……不是，家主大人。啊，周杰死了？千真万确呀！这周康刚刚前来拜访，还把周杰申请的罪状交给我，让我转交给你。这莫名其妙，你怎么看？依下官来看，这周康比周杰难对付了10倍。周杰是硬刀子，硬得一塌糊涂，而周康是软刀子，防不胜防。哦，对了，这周康还向城主表忠心，说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都是周杰威胁他，大有向城主表忠心之志。有点东西。哎，不对呀，周杰死了，周家的家主应该让周让的，凭什么是周康呢？对呀，下官也有这个疑惑，可那周康却说周让入狱，罪大至极，没有资格继承周家财产。这样，你赶紧去府衙把周让提来。是。周让在狱中上吊了，这狱卒说周让怕是畏罪自杀。那我知道了，周杰的死不是意外，而是周康有意外。这么说来，这周家属于内斗。可是这周康现在是刺桐城的郡守，现在又向城主表忠心，如今这周家宗权又掌握在他手中，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恐怕是难安啊。这个周康啊，既然他言下之意是向咱们表忠心，那就颁布一道城主府的命令，看他作何反应。好，他什么意思试一试便明白。城主英明，那这城主应该颁布一个如何的政令啊？免除刺桐城百姓3年赋税。免除赋税？好，这赋税本来就到不了城主府的手中，这一来可以得民心，二来又可以让刺桐城的那些贪官污吏没油水了。得，把兵政司拿下，别让城主府的人去。是，属下这就去办。你妻儿的下落呢？回城主，小的查到了，就在城西的一处院子里，有10余人把守。好，我知道了，我会派人跟你一起去解救妻儿。谢谢城主。下去吧。斗虎，可以放那3个人进酒坊，等他们看得愈加真切，想逃出府的时候，就给抓回来。是，城主。城主，周康全都答应了。
但是我思前想后，周家如此做顺服之态，要么是真的怕城主府，要么就是做缓兵之计。但是我更相信后者。你想啊，四同城对于周家来说，那简直是痉挛之地，他岂会这么轻易的让给我？下官也正是担心此事。不管周家如何，城主府掌控刺桐城的大计不能松懈。既然此番试探不成，不如趁此机会，将那周家的羽翼、黄家和李家彻底剪断。本公子已经这么做了，这2日便是周家覆灭之时。公子，不如我们来个一石二鸟之计怎么样？我去调集那刘李赵3家，将他们的士兵去把那皇家五宝给歼灭，这样一来可以减少我们村民的损伤，二来可以让这3家绑上我们城主府的战车。好，就这么做。你去把那3家叫来啊，还有，把城主府的属下官员交到兵帐司，让他们监管。是，城主。城主，周家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吧？周杰之死十分蹊跷，以在下对周杰的了解，他并无隐疾，暴毙之说实在是……多半是周康所为。的确如此，周杰不过一莽夫，周康才略计谋胜过其10倍，不可轻信。各位放心，灭周家乃是本公子之志，不管周家是周杰坐镇还是周康坐镇，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想剿灭周家之事。城主之忧乃是我赵家之忧，黄杜2家在刺桐城为祸多年，也是时候该收拾收拾他们了。我李家有精兵5000，愿为城主效死。城主，皇家物宝离我刘家物宝不过30里，今夜在下便派人前去打探，以备公职。好，那就有劳各位了。城主，3个人都进了酒坊中，估计接下来便会寻机会离开城主府。好，今晚去西院点火，制造混乱，让他们逃走。如果他们真的逃走了，便派人跟上。是。哎呀，不好了，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快，走水了，走水了，快！救火呀，走水了！快！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可是黄老爷的人。我是你爷爷王彦忠。你们2个上！妻儿，你没事吧？没事就好，先回城主府吧，那边还有好戏要看。快走！快！等一下。老爷，你们快说，酒是如何酿造的？统统给我抓起来！大胆！我乃皇家家主黄宇，你们是何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哼，抓的就是你们黄家。穆将军深更半夜私闯民宅，城主府就是如此行事的吗？哼，黄员外说笑了。这3个人是我们城主府买下的奴婢，趁着城主府大火逃走，末将不过是奉旨抓捕。倒是黄员外为何会出现在此处啊？在下也是看这3人鬼鬼祟祟，于是前来查看。黄员外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是否如此，跟我回一趟城主府便可知晓。全部抓起来，违抗者格杀勿论。跪下！城主，黄宇带到。黄宇，你可知罪？城主真是高明啊！如此处心积虑，看来是早有意想除掉我周黄杜3家了。我看你也不傻呀。哼，既然如此，那就把话说透了。城主真的以为就凭城主府招募的这些杂兵，就能毁掉我们3家吗？这个不敢肯定，
但是你能确信那两家能为了你皇家举兵谋反吗？哼，周家、黄家、杜家互为姻亲，3家一体，我想他们不会坐视我皇家蒙难。城主，你真的要引火烧身吗？黄宇，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那就看看这把火到底是把谁家先烧尽。传令下去，黄宇在我府上安插眼线，以下犯上意图谋反，将他拿下，速速抄家。你敢？你当我皇家司令的刀不锋利吗？大胆！城主府的刀锋也未尝不利。沐风，连夜带3000亲兵速速出城，配合赵刘李3家，速速拿下皇家堡。是，城主。穆将军，你们这是何意？黄宇安插眼线与城主府，意图谋反，奉城主之命前来查抄皇家，速速打开堡门，否则按照谋逆论处。家父一向奉公守法，又怎会向城主府安插眼线？这其中定有误会，还望城主和将军明察。这么说，你是不想开门了？皇家的诸位将士们，城主让我转告你们，皇家作恶多端，欺凌你们的妻小，你们实在不应该为他们卖命。放下你们手中的刀剑，城主说了，抄了皇家之后，会撕毁你们的卖身契，把土地和自由还给你们。黄刚以及皇家的族人听好了，城主还说了，皇宇之罪不祸及他人。穆将军不必再说，待周家和杜家的人到了，我们再细说我皇家是否有罪。弓箭手准备，射！周军手，皇家五堡被城主攻下了，快起兵吧！起兵？你想谋反？城主把刀都架到我们脖子上了，难道不该起兵吗？谋反，那也是城主逼的。杜兄，切不可鲁莽行事。五堡已破。城主府和皇家并非两败俱伤，而是城主府一方全胜。若是此时起兵，必会万劫不复了。周郡守，你我3家互为姻亲，也曾历史共进共退，如此，你是要坐视皇家覆灭吗？我只是不想再继续葬送周家和杜家。你以为城主灭了皇家，接下来会对付谁？你别忘了，我们3家之前是怎么对付城主府的。你也别忘了，谁家刺杀的城主？今天若是周家不动，哪日我落得了城主府，可别怪我嘴不严。哼，杜兄不要生气，我们周家出兵便是。这还差不多，咱们2家立刻调动五堡中的精兵，先去解救皇家，再去攻打刺桐城。哼，你立刻去趟城主府。将杜家举兵谋反的消息告诉城主，就说我周家会假意起兵，会将杜明的人头献给城主，以表我周家赫赫忠心。是，老爷。哼。夫人，今日刺桐城出了不少乱子，城主闹腾的厉害，怕是要打压周家。这为夫丢了面子不要紧，就怕别人说袁家在延州是个花架子摆设。一个小小的城主有什么可怕的？如今你作为周家家主，父亲心里定会十分开心，心里呀，你的分量也会重一些。我这就请人去一趟范阳，让父亲敲打一番城主，让他在刺桐城老实些。那就多谢夫人了。城主，这穆将军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拿下皇家，一是说明将士用命，这二来呢，说明这民心早已归于城主。目前为止啊，我们只要静候佳音了。城主，周家的管家张悦求见。快请进来。是。小人拜见城主。城主，杜明玉举兵谋反。什么？你听谁说的？就在刚才，杜明来到我们周家，找到我们老爷，想让2家联合出兵去救皇家。我们老爷对城主是一片忠心呐，
怎会办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于是假意答应杜明出兵，实则埋伏杜家。到时候一定会带杜明人头来拜见城主。那既然如此，我就期待周郡守的好消息了。那小人先告退了。城主，只怕是计，万一两家会合，岂不是更麻烦？吩咐守城将士，让他们严阵以待，再传书给穆方，让他静候佳音。是。城主，有消息传来，这杜明集合私兵去那皇家屋堡的途中，被那周康所杀。现在这周康正带着杜明的尸体归来。看来周郡守可真是忠心可见呢。城主，哎呀，身为刺桐城郡守，下官无法坐视杜明谋反，请城主放心，下官日后定会为城主府鞍前马后，维护城主周全。城主，不如就此先杀一个，让其他人也看看。城主，下官前几日收到岳丈的信，得知城主病愈，他于近日前来刺桐城拜见城主。那真是劳元州牧记挂了，到时候本公子肯定好好招待。如果我无故杀了周康，袁家定要在大王严衡面前参我一本的，闹个不好，伐去了我的封土，我可就如鱼困浅滩了。来人，封1000两银，再给100匹锦绸，送于周郡守。谢城主。怪不得这周康如此淡定，这背后原来是这袁家的势力啊！那咱们城主背后的势力还是大王呢。这层利害关系，用之则利，弃之则害。我认为城主应该和大王维持好这父子之情，免得日后势单力薄。城主，末将已接管了皇家和杜家屋堡，皇家有2000余族人，杜家有3000余族人，该如何处置，还望城主明示。好啊，但是该怎么处置，那不是本公子说了算的，那得百姓说了算才行。将这几家人拉往东市，召集百姓，让百姓论断，如果没有罪的，散其他乡，令其务农；有罪的，按刑论处。是，城主真是英明。哎，对了，还有他们的私军啊，如果不愿意参军的，便可放他们离去；如果愿意加入新军的，按同等的赏钱分发。至于他们的田产啊，收给城主府所有，到时候啊，平均分发给百姓。是，老爷，城主不仅免了百姓3年的赋税，而且还当众把黄杜两家杀了个七七八八呀！不简单呐，不简单。这样的法子他都能想得出，他怕是真要成为燕州一大变数。哦，对了，老爷，我们已查叶西城主府是如何泄露的。城主，黄杜两家没了，府衙空出了30多个位置，名单都在上面，望城主过目。行，没什么大问题，就让他们上任吧。城主，下官动了些心思，周家一些占据重要位置的官员被下官明升暗降，去了无实权的位置，有实权的位置都安排上咱们自己的人。此番任免升迁后，此后啊，府衙就由咱们城主府掌控了。看来这周康啊，要难受一段时间喽。城主，我们的士兵已经达到23000人。这么快？收了2家的兵，解除了2家的卖身契之后，又有不少轻装来参军。对了，城主，我们的亲兵已经有了盔甲和武器，末将在他们的仓房里搜出了不少的盔甲和武器。那些个破盔甲、破武器，就暂时先这么用着吧。到时候我给你们搞套更好的。是，城主。还有，咱们的清军要加强训练，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当然，保持这个高强度训练的情况下，伙食再往上提一提，能加点荤腥。荤腥？
这怕是有点难度吧？这得花多少银子啊？而且刺桐城这情况，怕是有银子也买不到吧？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啊？这好办，你就告诉清军的火车头，让他养一些鸡呀、鸭呀、鱼啊、羊，对吧？养完了之后咱自产自销，到时候我检查啊。是。城主，不好了！一个士兵倒在城主府门前，他说青州兵来了。啊？什么？我们去看看，走。青州兵来了，百姓他们都不放过，都被杀光了。你讲的我知道了，赶紧去休息吧，把他扶进去。小雨，你平时胆子不是挺大的吗？怎么会被吓成这样？你们不是本地人，不知道曹贼骑兵的可怕。曹贼青州兵从出生就活在马背上，弓箭从不离手，可以说马和弓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10年前，他们攻下宁锦都司后，后面大批能工巧匠，盔甲武器已不输大汉。若不是曹贼内部纷争，怕兖州早就易主了。城主，曹贼此番进入刺桐城，怕是要收集情报，末将这就领兵驱赶，免得他们杀戮我刺桐城百姓。好，但你记住了，只可智取，不可硬来。末将明白。这狼未杀尽，虎又来了，真是个多事之秋。不知道府上的百姓如何了？踏破云霄，放肆桀骜啊！哎，对了，兵杖司的人找好了吗？城主，都已经找好了。按照您的吩咐，找一些读书多又不读死书的人，不太正经的人。行，带我去看看吧。王应拜见城主。免礼。你跟我说一下，现在兵杖司什么情况？兵杖司那边呢，现在共计工匠有500人，现在有铁匠、木匠、泥匠。城主需要什么呢？现在随时可以打造。好，今日起啊，所有的人不许出入。之后我教你们的每一项技术都极其重要。是，城主。现在大汉的炼铁技术极为落后，我教你们一个法子，你可以立即执行。这我都看不懂啊。煤饼知道吧？这个自然知道。将煤饼放入那个窑炉中捣碎焖热，然后就可以烧出炭来了。但是这个炭一定要用臭的。臭的？没错，这种炭和其他炭是有区别的，只有这种炭烧出来的才是焦炭。那这个石灰呢？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灰色的石头呢，山上多的是。下官呢，就差人寻一些回来烧一烧。至于窑炉啊，咱们兵杖司就有。好。只是这旁边的一个管子连接的这个炉子是什么呀？这个管子呢，它是托风鼓风用的。现在不懂的事情，你来城主府问吧。小人这就派人呢，去把这个打造出来。好，那就快去办吧。是。智者为师，智者为师啊！城主，咱们这也不是去城主府的方向啊。如今的刺桐城已今非昔比，无需紧张。城主安危岂能儿戏？为何拦住城主去路？城主可还记得那张字条？是你。谢谢小姐相助，否则早已殒命。还没请教你的尊姓。城主叫我胡二娘便可，只是城主不必谢我，要谢就谢我家小姐吧。小姐？还请城主移步天香楼，因为相助城主，倒是为天香楼惹出了麻烦。若非如此，也不会麻烦城主。带路吧。城主，小心有诈。他们相救于我，哪有弃之不顾的道理？而且，看看他们是何方神圣。城主，楼上请。
小姐，城主到了，请城主进来。谁知里面有无埋伏？狐疑，让他进来便是。是，小姐。装神弄鬼，城主小心有诈！你好生无礼，放你进来便是让你安心，你还怕我们吃了你们不成？你小童不得无礼。小女子柳娥参见城主，还望城主莫怪罪。那日多谢姑娘相助，城主何必言谢？此事在帮城主，其实也有奴家的一些私情。私情？此话何意啊？还有你这天香楼到底是……城主请坐，此事还需慢慢道来。城主这下可放心了吧？只是不要嫌弃小女子才是。家人可亲，怎么会嫌弃呢？这清风寨寨主王勇，乃是奴家的杀父仇人，刺桐周家虽未参与，但亦是帮凶。奴家初到刺桐城，就接到了清风寨眼线的消息，奴家随即决定帮城主一把。但你让王勇和城主府两败俱伤，不也是想趁机抓住他吗？的确如此，但此番事情已经过了，你为什么还要现身？因为城主已受贵人青睐，那贵人想在燕州和城主协力制肘袁家。城主在朝中孤立无援，袁家若是想要对付城主，还是很容易的。据奴家所知，这周康好像已经向袁家求援。袁家？正是，这袁家在燕州深耕多年，手中掌握20万玄甲军，可不是周家这种下三滥。那你说一说，此何人是谁啊？贵人说时机到了，城主自会知道。那我们的协作模式呢？奴家接到消息会通知城主。哼，这个贵人可真贵，比我城主府还贵吗？好，那本公子会考虑的。城主若是清闲，大可到天香楼来解闷，奴家今后还望城主照拂。切，贵人，这天下除了大王之外，还有比我们城主更贵的人吗？依下官所见，将这天香楼里的人都抓起来，严刑拷问一番，必能问出来这贵人是谁。哎，不管他口中的贵人是谁，跟我们并无冲突。看出他们和袁家似乎也不合，本公子远在燕州消息闭塞，他们说不定对我们有意呢。可是这人能在城主面前自称贵人，莫非真是大王？应该不是。幸亏城主近日大有作为，让主人有意扶持他做燕州的钉子，否则小姐私自帮助城主，怕是连性命都要丢了。你说城主风正自愈了，会忘了以前的事吗？风正乃是脑疾，这可说不准。他比3年前在京师的时候可神气多了，不似那样唯唯诺诺。当年我被拐至京师，逃出了恶商之手，但饥寒洞内，几乎死了。正好遇到了当时随母出行的严雄，他看我倒在路边，为我端来一碗热粥之后，才续了我的命。6年前的一碗粥换一条命，城主是赚到了。小姐，今后切记不要再徇私了。公子，还是多造几个蒸馏罐，订酒的商家实在太多了。先不急，到时候把后院收拾出来，我们扩展了再说。后面可是有50个蒸馏罐，这有何难？
公子不如就把王府的杂物交给奴婢吧。我怎么把你给忘了？行，这事交给你处理，但是打扫的事儿等会再说，先把这事办了。我们酒啊还没起名，现在更名为五粮毛，今后装酒的器皿上都要刻上38度、42度、53度，懂吧？是，公子。公子，袁州牧袁立在门外求见。袁立？周康倒是说过袁立会来，没想到他真来了。周康也在，倒是挺会为女婿上心啊。走，喝。哈，袁州牧啊，严雄公子，今日小婿听说公子的脑疾自愈，在下特意从范阳过来恭贺公子啊！真的是谢谢袁州牧了。前2天我听周郡守说你要来看我，我真是期盼已久。袁州牧政务繁忙还能来看我，我甚是感激啊。之后我在刺桐城就托您照顾了。好说好说，在燕州我袁家是说一不二。公子有什么难事尽管来找下官便是。周牧真是痛快人啊。周康，你身为我袁家女婿，在严雄的麾下做事要尽心尽力，不要冒我袁家的名声。是，岳父大人。公子，之后下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公子海涵。嗨，说笑了，周郡守是人才，辅佐我那是我的荣幸。下官还有一事，下官……周牧请说。公子酿的酒真乃是世间难得的仙酿，如今下官一日不饮，便觉得3餐无味呀。下官也想在宁王府购置一批不知道公子可否允许啊？周牧需要多少？3万坛。可以。此事我亲自出面，严雄定然不敢动你周家。今后你在刺桐城给我牢牢地盯住王府，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派人通知于我。是，岳父大人。还有，和曹丞相贸易的事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严雄发现，尤其是卖兵器盔甲的事，若被他捅上朝廷，十分麻烦呢。小婿不敢疏忽。婿，这个严雄你也不必惧怕，先礼后兵，如若他不识抬举，我自会让他难堪。城主，袁立回范阳了。正好了，我还在愁怎么招待呢。这个袁立连个招呼都不打，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当刺桐城是他家的。本来这刺桐城的形势一片大好，这周家原本夹紧的尾巴又要翘起来了。说到底啊，在咱们大汉，还是论谁的拳头大呀。的确，咱们现在势单力薄的，被人瞧不上也很正常。算了，不说这事儿了。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抓住紫桐城的民心。对了，分田的事怎么样了？城主，这黄杜两家的田都已经分完了。还有一些外地的百姓，听说城主这边的租金低廉，都过来了，地根本就不够分。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这刺桐城还是城主的主意最多。行了，别拍马屁了。这样，不知道这些豪族会不会上当？你去烟城把那些豪族请来。是，城主。公子叫我等前来，是有何吩咐啊？诸位最近可安好啊？还记得之前因为造兵之事，我让大家开了一个商会吧，共同经营，共同发展。这算下来啊，在洛阳也卖了一段时间了，下个月便能带着账目和粮草一起回来。所以啊，我为了维护大家的利益啊，决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府上的酒啊也纳入咱们商会，首先供货。公子，这可是真的？可真是大好人呐！哎，但不是免费的。
公子请说，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好，我需要你们的土地。土地可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啊！这土地这……公子，我们家有田产2万亩，只留500亩供自家族人耕种，其他都愿交出。甚好，每亩土地我给你6两银子，从卖酒的利益中扣除啊。多谢城主。那我们家能从中获得几项呢？我一共从利润中只出20%，剩下的看你们出多少土地，按比例去分这20%。据说这段时间城主府卖出6万坛酒，那就是90万两吧。去掉成本的话，也就60多万两。按这么算，那这一年300-400万两也是有的，2成那也得50-60万两啊。要是更多的话，这酒可是年年有银子，咱们的土地可不是年年都有好的收成。对，公子，我愿交出所有土地换取分成。我也愿意，我也愿意，还有我。好，各位，此番交出土地实乃大义，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之后府上有什么生意，大家一起发财。请进。城主，怎么了？这觉您怕是睡不成了。兵杖司的王主事叫您过去看炼铁呢。这炼铁有什么可看的？你这小妮子平时都什么？这才是国之重器。走了。真的，铁真的变成水了。哎呀，公子高才呀！这世间竟有如此炼铁之术啊！真是让下官叹为观止啊！公子，你这是何意啊，王主事？公子王英乃卑贱之人，与公子相谈后啊，对公子的才学叹为观止，望公子不弃，教下官。我教你便是了。公子，下官自知与公子的身份悬殊，但下官平生之志在此，愿付出任何代价，一窥一二。来，王主事，请起。谢公子。其实这炼钢和炼铁啊，这无非区别就是其中的碳的多少。比如说炼铁，它有1万斤铁，里面占碳的比例有2斤到200斤左右，那就成了钢。哦，没想到这小小的炼铁之术，竟也包含如此深奥的道理啊！后面还多的是呢。公子，公子，穆将军身负重伤，危在旦夕，望公子救命啊！他在哪儿？现在府中怕只剩一口气了。王主事，剩下交给你了。我不是让他见机行事吗？怎么还伤成这样？我们本来只是盯着曹丞相骑兵寻机杀敌，让骑兵过于狠毒。发现我们之后，他们一进入村，将村里的百姓都赶到铁垄上，轮刺斩首，逼我们出战。穆将军不忍百姓死伤，就令我等上前交战，奈何中了骑兵的埋伏，被两面夹攻。骑兵技术精准，我等虽死战，歼敌大败，但亦损失惨重，将军也因此负了重伤。穆方走之前，我还特地说过此事，没想到还是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是为什么你们几个人回来，剩下的人呢？我们先回，还有100多人在后面。也就是说还剩一半了，这损失也太惨重了。将军失血，致使血气亏虚，这些伤口又加重了伤势。如果只是亏虚，补一补便可，但这些剑伤恐怕会要了将军的命啊！抗生素，胡大夫，你赶紧给他撰写一个补血的方子，伤口的事情交给我。公子会医术？略懂。小青，去把府里最烈的酒拿过来，快！哎，是公子。你去把剑头给我拔出来。不可不可，剑怎么能拔呢？这拔了剑，这将军命不久矣啊！来不及了，快把他请出去！啊，好，这不可呀！都弄出来。给。来，酒精，箭头弄出来。小青跟我出来。穆将军，
你忍一下，忍一下！天杀的曹贼，去死吧！忍着，再疼也要忍啊！小青，你派人去东市，把市面上的所有大蒜都买下来。大蒜？不要问为什么，只管去做就行。买回来之后直接放到中院来。公子，算到了。跟你们说一下啊，等会把大蒜剥了之后放到里面，然后给我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呢，上锅蒸，搁置半个时辰，再把它放到咱们的白酒中去酿一晚上。听明白了吗？好，一会儿我来检查啊。怎么样？有那么点意思啊，沉住了。一部分敷在伤口，一部分让它喝下去。公子，怎么会有蒜味啊？这是我用大蒜制的秘药。那就让他好好休息，我们先出去。曹丞相猖狂，令我百姓死伤。但是我刺桐城又无精锐骑兵，现在组建亦是晚了。我思前想后，我也不能坐视刺桐城百姓遭受屠戮。我想到了一个法子，若是实行了，说不定还能救刺桐城百姓于水火，说不定还有奇袭的效果。城主请说，若是真的能救刺桐城的百姓于水火，下官万死不辞。地道，这地道纵横交错，这边还有水井，这边还有放粮食还有方便的地方，那百姓要是在这里生活10天半个月没什么问题。城主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曹丞相善于骑兵，我们的地道就可以压制他的优势。我们不但可以藏粮，还可以藏兵，等他们的斥候接近村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民众藏在地道里，对他们发出奇袭。还有啊，曹丞相全民皆兵，那我们刺桐城也可以全民皆兵。到时候你除了负责监督挖地道外，还要监督给他们训练，我们给他们武器，只要敌人进来，我们就全民化兵。妙，真是太妙了。去吧。公子，穆将军醒了。是吗？公子，你可真厉害，只用了一堆蒜就救活了穆将军。胡郎中直呼神药，请公子赐一些给他呢。行，我们去看看，走。哎，这可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利索，不用注重这些繁文缛节了。公子，末将无能，既无力挽救百姓，又损兵折将，末将实在罪该万死。哎，好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就算让我去，也未必做得比你好。公子，自此曹贼秋收，不知道会派出多少大军。依末将看，公子在刺桐城极为危险，不如躲入他军，让末将留下与曹贼死战。你觉得我是贪生怕死的人吗？刺桐城是我的封地，哪有抛弃百姓而不顾的道理？这话不许再提了啊！还有，你给我打起精神来，要死也和我一起死在战场上。末将的命是公子给的，
从今以后就是公子的。待曹贼再来，末将就算是拼了命，也要护公子周全，护刺桐城周全。这还差不多。你现在好好养伤，等你病好了，我给你看样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给末将的盔甲。这是鳞甲。这是给末将的。不，我要给全军将士。如果全军将士都拥有这样的盔甲，末将一定能打到草原去。行了，别吹了，等你好了再说吧，好好休息。公子，草民有一事相求。说。草民那里也有几个因为伤口红肿，眼看就要不能活了的人，愿公子赐药一试啊，这样也足以辨别公子的药是否真的有用。好吧，小青，去给他打一打。是。小青姑娘，多打点儿。胡郎中，这坛子都要满了，还怎么多打呀？公子能给1坛，就能给2坛。小青姑娘，不如再打1坛吧。胡郎中，公子说多少就是多少，一点儿也不能多，请吧。哎呀，城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这几日不见，甚是想念。不知殿下今日过来有何命啊？行了，别瞎提了。不过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最近想把这个商会纳入王府机构。不过你们放心你们在其中的利润是1分都不会少的。说白了就是把商会的人员变成王府的幕僚官，正式担任管理商会的官员，听从王府的政令。意下如何？那殿下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做官吗？哎呀，殿下呀，商会就交给下官打理吧，下官一定会让商会蒸蒸日上，为殿下赚取大笔银子了。殿下，六贺，你真不要脸呐！殿下什么时候答应你了啊？你敢自称下官？不是，起来！殿下，下官给殿下请安了。你俩给我起来，还没说完呢。起来。出息。不过公平起见眼下王府最缺的是铁矿石石灰石。如果你们能给兵杖司以最廉价的价格取到这些东西，那么你们就可以做这个商会的主事，未尽6品，剩下的依次排列吧。公平，公正。那这么说，殿下，那岂不是谁家钱多谁就赢了？所以这一次的钱全部由商会里面出，如果有作弊的，终身不得录用。这次真刀真枪来我刘贺绝不作弊，看鹿死谁手。殿下，我现在就过去，保证10日之内帮你把原料全部凑齐。不过，殿下口中的石灰石是什么东西啊？去找兵杖司的主事问吧，他会告诉你们的。走吧。小人就告退了。你们也撤下吧。这次选拔肯定会有人去作弊，你给我盯着点。统领大人，那个木方真是命大，竟然没死。一个败军之将有什么好怕的？我曹军一个斥候小队就差点要了他的命。待秋后大军南下，刺桐城不过是玩物罢了。哼，国家大人所言极是。让你准备的兵帖如何了？已经准备妥当了，过几日袁家便会派人送来。袁立让小的换1000匹战马。统领大人，上次袭击王府的事，小的已查出些猫腻，在刺桐城怕是有京师的细作在此。统领大人，您可要小心些。大汉大王已经知道袁家跟我们的贸易了？知不知道，小的不知，但却知道这个天香楼有问题，所以才问统领大人知不知道关于天香楼的事。
这刺桐城真是卧虎藏龙啊！先是出了个严雄，现在又出了个天香楼。好，既然如此，我从其他郡调一些人手过来，好好的查一查这天香楼的底细。如果他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秘密，那就让他们灰飞烟灭。统领大人英明，这个严雄近日又有许多动作，统领大人应当小心一些。阿奇，公子，有人在说你坏话。你怎么知道？误言不昧，艳言则替。这小丫头片子挺迷信啊。迷信？这又是何意啊？就是胡思乱想的意思。来。哦。这。小青妹妹，没看出来呀？姐姐你真不害臊。哎，妹妹，我并非恶意，咱俩情同姐妹，我这不是和你开玩笑吗？啊，你呀你，公子，公子莫要怪奴婢，奴婢只是路过而已。如果公子觉得是奴婢让那小青妹妹走了的话，那奴婢愿意补偿公子。补偿我？你呀，你想怎么赔偿我？公子，胡郎中求见。我知道了。姐姐，你真秀。有什么可害臊的？咱们两个本来就是娘娘给公子预备的人，理应侍奉公子才是。我去见见胡郎中。公子。公子，胡郎中，草民有个不情之请，望公子应允。胡郎中请讲。就是想再要几坛公子秘制的神药。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此等小事儿，你直接去取去吧，只要能救人，就当我行善了。严兄果然如民间所说，分外亲和，多谢公子。这个严雄的秘药，真有如此神效？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个严雄确实有点意思啊，从默默无闻，现在闹得越来越大。据说这袁立都亲自拜访过他了。那我为了这个奇药，老朽也要亲自走一趟。即便不是为了这神药，将军也该去一去，将严雄引为助力，多少也能给袁家添加些麻烦。公子，公子，公子，那个京师来信了。京师？雄儿，自你出番刺桐城，娘亲昼夜思念，常往相国寺祈愿。今得知五儿脑疾痊愈，娘亲喜不自胜，平生再无憾事。现指望你在刺桐城勤政爱民，不可肆意妄为。待省亲之日，你我母子便可再见。此亦你父亲所望。父亲所望？哼！堂堂大汉的王，没想到要这么谨慎。待我一共有12个儿子，就只有我一个出番封地，剩下的留在京城争权夺利。你放眼望去啊，现在谁人背后不是世家大族？不管最后谁能当任皇帝，都会沦为士族的棋子。
公子，你看，是燕关的莫将军回来了，前来拜见公子。走。末将莫宅见过严雄公子。免礼。莫将军，我早就听闻大名了，今日一见，而非同凡响。你能来这刺桐城啊，我甚是快慰。末将愚钝之资，哪堪公子包养啊？今日来叨扰公子，却有一事有求于公子啊。哦，此地不宜议事，我们进去说。莫将军，快请。沐风，你怎么在这儿？将军还能记得末将，实在是末将之幸。记得，你在西凉的时候，那可是出了名的能打呀。哎，只可惜你不在本将的麾下，否则现在在燕门也有你一个位置。如今能在公子麾下，末将已经满足了。这或许就是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吧。那莫将军此次前来是何事啊？难道是那曹丞相出手之事？非也，此次前来只是为了求药。若是这药确实有效，末将愿将这药纳入军需的单中，从公子这里采购一批。哦，军需啊。不过前几日确实有此事，沐方将军中了那曹丞相骑兵3箭，正是这样才救回了他的命。真的？这个倒是没错。如果不是公子的密钥，末将早已身在黄泉了。前有胡郎中，现在又有沐方作证，此事可信。末将这次前来带了30几个伤兵，若公子的药能救活其中一半，公子的药末将全收了。好。将军，有5个伤得太重的没救回来，其他的都已好转。以目前来看，如果继续服药的话，我想没多大问题。这个严雄的确是有点本事啊，正如他所说，用药及时的话，还可以救回很多的伤兵。走，咱们去王府，我倒要看看他这个药是怎么卖的。如果定下此事，咱们便回燕门。哦，莫将军，城主大人，您的药确有奇效，末将回去给圣上上个折子，赞扬此药。可是不知道您这如何出售此药啊？哎呀，莫将军实不相瞒啊，我这个药的制作过程中啊，必然少不了王府酿制的烈酒，成本呢确实不低。你看那么大一个瓶子，怎么也得1、2两银子吧？一个士兵的话，大概3到5瓶就够了。1两银子？怎么了？莫将军是觉得贵了？你还不如去抢，先生。我跟你算一笔账吧，现在一个士兵1个月的饷银大概是2两，你想3到5瓶药就能救回一个人的命，难道不值吗？再说了，将军你也是习武之人，行军打仗，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的价值你是懂的。如果因为一小点点伤而丧命，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啊？公子，本将怕是要回去禀明圣上，如果圣上同意了，那我再来采购此药。好，毕竟这个燕门需要的也多嘛。我可以等你。末将告辞。哦，对了，需要的时候，末将再差人来刺桐城取药。那就不送了。公子，这2日怎么这么多铁矿和煤进出？这都是富家公子拿去买官的。不能忘了前段时间给张安等人的任务，算了一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走吧，去商行看一眼。是。认输吧，商行主事是我的了。
你要是能叫我一声大哥，说不定我就去殿下那里给你说个好话，让你做个副主事。放屁！你才会输呢！明早我就有一船煤顶到城外，到时候咱们走着瞧。城主，城主，看样子十拿九稳了。不瞒您说，这输赢啊，就在我们2个人之间。哦，没作弊吧？啊，没有。这两货还真的有真才实学。等明日倒要问问豆胡等人，两人是如何办事的。这明日可就是最后一天了，到时候便会选出谁留下来。哎呀，公子，您来了，您真是厉害呀！这2天咱们兵帐司的库房都堆满了，再也不愁原料了。下官可以全心全意的去钻研公子主父的技艺了。行，这干锅用的怎么样？匠人呢，将铁水流入这个下面的池子里，炼钢的匠人呢，再用这个陶勺将铁水捞出，送入这个干锅里。时间到之后呢，又倒入这个模具中。这种模具是一个宽大的陶瓷板，上面雕刻的形状如片片鱼鳞。这正是用来浇铸鳞甲甲片的模具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已经开始生产了。回公子，已经生产了500多套了，这正是其中的一套，连公子送来的女子呀，都已经用了。我给你200亿人，你给我造了500多件。公子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女子的干活不行，是咱们兵帐司库房里的钢不够用了。我这几天又添了一些干锅，甲片的数量才能够上来。我就说嘛，难怪了。公子，这个是特意为咱王府的亲兵特制的吗？想要什么就说，何必绕弯子？那套甲送你了，拿去吧。真的？谢谢公子。公子，不知咱们的盔甲和禁卫军的盔甲相比，到底如何？这简单，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拿过来。在战场上，弓射出的箭，它的破坏力集中于一点，有破甲的功效，所以用这个测试再合适不过了。再来。这简直是云泥之别，难怪你说这个钢硬。公子，一点都没透，这怎么可能啊？没想到这副盔甲这么厉害，简直是宝物啊！别吵吵了，一人穿上一个，真刀真枪比试一番。城主，真砍啊！真砍，刚刚都测试过了，你下手慢一点就……是城主，这个怎么办呀？没事。我没事，城主。这番打斗足以能够看出来这副盔甲在战场上的表现。行啊，要人有人，要钱我给钱，给我加大力度生产，1个月之内让所有的亲卫都给我穿上。是。哇，这兵帐司造出来的盔甲这么厉害？当然啦，我跟侍卫们可都试过了。我不信。你看你还不信，我给你试试啊。统领，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是全新的铠甲，现在这片甲片撇了，不完美了。晚上请你吃酒，怎么样？养兵的任务真是艰巨啊。哎，对了，府内进来的开支怎么样？这次从洛阳制兵中收到3万两银子，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酿酒，共收得98万两银子，
还包括从黄渡两家查抄的20万两银子。这主要支出则是王府清军的军服吃食，再加上兵杖寺的原料、酒坛的银子，购买绿鱼酒的费用等。现在账上还有36万两银子。很好，但是啊，还不能自满啊。去吧。赚钱的计划还是不能停啊。公子，这段时间你们查的怎么样了？小的一直在跟踪赵安，他并没有作弊，但是他的父亲却暗中支援了他一批料子，他并不知情，所以其实是刘贺赢了。的确，公子，刘贺是小的监视的，全程都依靠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李乔、高坚、孙毅等作弊取消资格，其余人等按此段时间交付数量排名，第1名刘贺，第2名赵安。好，肯定是我了。你还说呢？城主来了。城主，城主。第1名刘贺，第2名赵安。第二名，城主，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是第2名？此番选拔赛，赵安，你私下与商贾商议，以低价买入，选拔之后再以高价补齐，难道真的没有此事？这不是我不服！哼，服不服的，回去问你爹便知。好了，此番事宜，不知者无罪。按数量，你排第2，刘和为主事，你为副主事，剩下的人按顺序排列吧。谢城主，谢城主。此次已经成为王府的官员，应当处处为王府着想，不应该以家族为例，以弃小家之礼，为大家而着想。如果是以权谋私，我定不轻饶。这段时间，商会的发展是相当野蛮的。加尔刺桐城现在归王府所管辖，加上商会又是王府极其重要的财力支撑，自然也要正规起来。你们2个当然也要为王府谋取最大的私利。现在呢，你们打算怎么让商会更加利益最大化？公子，下官认为，我们应该禁止将王府的美酒散卖给那些商贾，要买也可以让他们交一笔银子给商行，成为商行的下级商贾，同时要求他们与商行签订契约，严格要求他们贩卖的范围和价格。同时，商会要把最富饶的京师以及江南数座城池掌握在手里，直接售卖。公子，刘贺说的对，不过应当将王府货物的售卖范围也当作货物来出售，这样的话，王府就能免于和商贾之间的纷争了。就拿刺桐城为例，我们王府可以出一份专卖文书，只有购买文书者才可以贩卖王府的美酒。至于商贾购买专卖文书转让给其他人，我们不管，我们只看专卖文书。不错，你们2个的话深得我心。现在你们回去撰写文书，但凡以后呢，只要拥有我们的文书，便可在王府拿货。是，此次商行的运作模式便正式诞生了。行，既然你们同意将江南和京城的附属之城尽掌管在商会之下，那么京师谁去来作证啊？下官愿去。此番家父作弊，公子还能够信任下官，下官感到十分的惭愧。下官愿去经营京师，以报公子恩德。赵安，京师可不比刺桐城，到时候恐怕会有很多困难，甚至会丢了性命。我只是不想在你手底下做事而已，太没面子。这一次，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证明我比你强。公子，下官告辞。去吧。刘贺、赵安，恭喜了！你们要感念公子，若不是公子，商行岂会成为王府麾下的鼠牙？你们又如何能为官？谢谢城主，谢谢公子。没有公子呢，就没有今天的我等。如今还要在公子麾下为官，还请多多指教啊！多多指教。面子我是给你们了，那么接下来是你们的事情了啊！下官明白，待会儿便召回商贾们。走了。请。此情声婉转缠绵，犹如佳人思君，真是好听。你还懂情色之音啊？那是当然。公子，下官只是抵不过其他官员相请，逢场作戏，去过几次教坊司。
教坊司，何地呀？这教坊司是大汉各州各郡都有的机构，里面的人大多是获罪官员的妻女，也有选入的女乐。他们专门对个人的抚养，平时专门负责招待官员，里面的女子不过是陪酒唱曲音乐而已。群花？你看这古代官员待遇还挺好，不过福利虽然好，但要记住本分。天香楼自从上次相见，天香楼再无动静，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真是天助我也！没想到袁家也欲借曹丞相之力除掉严兄。此番秋收，袁家不派骑兵前来刺桐城，我周家在里应外合，料他严雄插翅难逃了。公子，今日共卖出20份专卖权，收得现银36万两，其余的都签了文书。若银子都送来，咱们商会共能收入122万两。好事啊，这是个好兆头啊！来，你先把银子搬到库房。不错啊，还有一件事啊，专卖的事你继续盯着，这些商户啊，去跟你们联系，最好能让他们和商户保持联系，这样王府有什么需求可以提供的。是。还有一件事，王府需要万匹良马，也需要他们来做。万匹良马，公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需要等些时日。这个无妨，你安心做就好。那不是窦虎和王彦忠吗？公子，免礼免礼。这一行的成果怎么样？回公子，小人从有人嘴里探出，因晋州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于是此行便和窦虎去晋州。果然那里沿路的都是逃亡的百姓。我们没费多大功夫，便买来了1000名匠人。1000余匠人？正是，因百姓太多，小的和王彦忠便先挑了匠人，此番再去定能带回更多的人。甚好。不过此番去要带更多的船才行。这好说，到时候我让刘贺给你们准备。哎，你的脸……在晋州被其他牙行的人砍的，干这个行当就是刀头上舔血，若是遇到乱兵，丢掉性命也是正常的。幸亏王彦忠反应及时，不然小的这脑袋呀就没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总是血腥的，也辛苦你们了。但是你们之后还得继续过这样。但你们放心，我在府衙给你们留了官职，等你们功成身退，到时候便可回来为官。谢公子，我二人定不负所望。好啊，对了，这次我给你们拨了大批银两，到时候你们多招护卫，包括兵杖司呢也会给你们兵器盔甲，一定要把牙行做大。是公子，忙去吧。是你，公子，奴婢是天香楼柳娥的丫鬟环儿，我家小姐有请公子天香楼一叙，不知公子可否赏光？上次天香楼见面，这段时间几乎没了天香楼的动静，现在天香楼突然找我，定然是有什么消息了。走吧。好。刺桐城多少豪门子弟一掷千金，就想看姑娘舞一曲，我能得到圣养，实在是荣幸。这些凡夫俗子怎能与公子相比？奴家这情只愿与公子相对而谈。那说说你来找我什么事？公子心急了些。奴家听说公子想要买马。确有此事。
公子不必为此事头疼。当下便有个机会，可让公子立刻得到3000匹良马，且不用花1分钱。还望柳姑娘赐教。公子可还记得清风寨？我正筹划着，等王府清军的盔甲武器到位，便剿除这股恶贼。这清风寨表面是山匪，其实是周家的爪牙。这清风寨不但为周家杀人越货，其实还有一件极为隐秘的事。何事？在燕州和曹贼之间走私武器，交换战马。大汉严禁向曹贼走私武器，这可是死罪。我欲除掉这个清风寨许久，现在更是有这个必要了。依我看，这事没有这么简单。这清风寨不过就是一帮匪徒，他们哪里来的盔甲武器？这清风寨是周家的，周康又是袁家的女婿，这件事情水极深。奴家此行来刺桐城的目的，便是为了此事。如今有了些眉目，只是手中证据尚未拿到。奴家查到3天后，清风寨会在此地与那曹贼商人交换战马，到时双方都在，若能人赃俱获，不但公子有理由除掉周家这个心头患，说不定还能拿到袁家的把柄。的确是个好机会。不过这么重要的信息你给我，想要什么？不喜欢无法掌握自己手里的东西。奴家说过了，天香楼与公子各取所需，公子铲除了周家，袁家的利益受损，这便是天香楼愿意看见的。好，那就合作愉快。刺，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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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手。公子，公子，不错啊，怎么样？穿上了兵杖司的盔甲，将士们的精气神都上来了。此次曹贼求胜，末将定要让他们好看。穿上了是不一样，像那么回事了。这次我希望清兵亲自出动，围剿曹贼吗？让末将去吧，末将一定要报仇雪恨。是周家3000匹曹贼战马，如果弄到手来，就可以组建一支1500人的骑兵了。听说清风寨号称有2000人，如果曹贼援助，那人会更多。你剿灭他们需要多少人？这2000精锐足以。我给你4000，3天时间，再给你2000套装备。公子，2000套，末将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可不能大意啊！你和李强好好计划，到时候趁星夜出城，赶往清风口，在那埋伏下来。是，公子。统领大人，城主先去了天香楼，又去了北大营。这天香楼果然是在查我们。城主先去天香楼，又去北大营，定是为了调兵。统领大人英明，只要放出假消息，便可查到清风寨里的奸细，又引他们上钩。这样，你派人去北大营盯着，查清楚出城士兵的人数，我让人在清风口埋伏，把城主的人杀得一干二净。得知自己的人被埋伏，城主肯定迁怒于天香楼。是，那人最后入了周家府邸，后来又出来几个人，一直在北大营附近晃悠。公子，此事太过蹊跷，小心有诈。周家派人盯着北大营，他就那么确信有人会从那里头出头，此事确有蹊跷。公子，是不是过于小心？周家的眼线满城都是，有几个在北大营也不足为奇。若因此而失去机会，下次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公子何必这么麻烦？给末将2000精兵，直接抄了周家，拿周康过来审问就是。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周家派人盯着北大营，无非就是看看我想出多少人，他好布置人手。这样
我们就可以像刺杀那回一样，再骗一回。怕是不易。上次周家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这一次他一定会死死地盯着我们。这个我自有办法。李昌，你派1000将士赶往清风口进发，剩下的我再派3000人秘密出城。木方，是不是没有粮草了？是。你今晚派人去仓库运粮，我会派3000民夫和士兵互换。末将遵命。你可看清出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了吗？老爷，有1000王府士兵往清风口去了。1000？下去吧。统领大人，1000的披甲士兵对付你的清风寨是足够了。你也太看不起我周家的实力。不过你放心，此番随我马队来的还有我曹家2000勇士，他们对付这1000人应是易如反掌啊。我得亲自去一趟清风口，让他们埋伏好，东西就让清风寨的人送过来就好了。这交易不终止吗？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对付这1000人还不简单吗？啊，有我曹家勇士在，会有何差错呀？啊！再说了，就那木方，500人的骑兵被我200人的斥候队打得折损近半，哼！你们大汉的士兵都是废物。等曹公平息叛乱，挥师南下，灭你大汉，不过易如反掌罢了。报告木方将军，山谷来人了。哼，走，下山。走。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活口。将军，曹贼的兵被歼灭了大半，还有100来人逃进了山里。清风寨的贼人逃脱了700-800人。干得好！不用去追了，清理一下战场，有活口就带回去。将军，这次真是痛快，不光帮兄弟报了上次的仇，还杀了曹贼1000多人。干得好，我们走。公子，看这样是大获全胜。完全根据公子的计划，我们反击了他们的埋伏，在天香楼也安排了亲卫，尽在掌握。好，城主，这以往都是那曹贼抢我们，没想到我们也抢他们一回。好啊好，先回去再说。走，走，快跟上。城主，这就是曹贼和清风寨与周家交易货物的所有账目。周家与他们的交易账本样样不少。好，这次辛苦你了。只是可惜，曹贼的那个商人自杀了，在清风寨也没有抓到什么重要的人，都是些小喽啰。这个也不怪你啊，周康这个人为人谨慎，我找人探查过，他确实没有让周家的人和袁家的人过去，真是个老狐狸。不过至少俘获了3000多匹战马，得到了周家与他们的交易账本，
只要我们把账目交给皇上，他们周家自会完蛋。但是啊，我敢肯定的一点，周元曹三家他必然有猫腻。我让窦虎前去周家跟随一个青壮年，从周家跟到了清风口，从清风口跟到了草原上，然后他被曹贼一帮人接走之后，窦虎才一路返回。畜生！曹贼屠了我大汉子民，周家和袁家不但不同仇敌忾，还将这冰铁等物卖与曹贼，这岂不是资敌之行为？末将现在恨不得把他们剁成肉酱。哎，切莫着急，既然有了这些证据，那就暗中调查，只要抓到他的把柄，我必让周康不得好死。公子，我们已经有了实证，而且剿灭了与那曹贼贸易的匪贼，也算是大功一件。下官以为应当上个折子，就此向那大王请功。圣旨到。见过佟长事。公子还认得小奴，小奴真是荣幸之至。那是自然。得知公子病愈，大王很高兴，特让小奴前来刺桐城，将圣旨宣于公子。严雄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刺桐城周家勾结外敌，大逆不道，意欲谋权篡位，天地同诛，斩立决，钦此。臣接旨。